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天才游戏看到丁禹兮的毛刺感表演，释出道的锋芒毕露。先睹为快，观影天才游戏收获了清明节档期的一场惊喜。作为一部以身份互换为核心、缠绕人性不易的悬疑作品，天才游戏不仅有层层反转的剧情，更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演员阵容。首当其冲，必须是丁禹兮与彭昱畅的青春版双雄竞秀。彭昱畅自不必说，出演刘全龙这样的于逆境中奋起的小人物，早已驾轻就熟。与他演对手戏的丁禹兮，相较下来也毫不输阵。他们在影片中一搭档一对手的纠缠关系，让我们看到一对优秀青年演员的明争暗斗，但也是一场有着相爱相杀味道的宿命之战。天才游戏拍摄于5年前，彼时的丁禹兮刚刚出道，能够挑起主演的大梁已属不易。如今再回望他当年的表演，更能从中品出发行新事的锋芒毕露。对于尚未新人演员的丁禹兮而言，他在处理人物角色上虽有略显稚嫩和青涩的地方，但也能感受到他的天分与勤奋。在站台风看来，于表演事业上初出茅庐的丁禹兮，有着未被行业过度雕琢的细腻感。他以一种不精致的原声诠释，在影片中撕开了角色的多面性，用独有的莽劲与毛刺感，打破了脸谱化表演的桎梏，也让观众看到了新人演员最动人的表演质感。整部影片最大的悬念在于丁禹兮饰演角色的真实身份。当他以富家公子沉沦的身份出现，让刘全龙作为自己替身的时候，沉沦是一个神出鬼没的幕后高手。他不曾亮相大庭广众，却又能时刻掌握着一切，全力操控刘全龙为自己的傀儡。这个时候的丁禹兮，有着极其神秘又霸道的一面，这是真正的幕后高手。丁禹兮的表演，赋予了角色极强的控制欲与胜券在握的自信，让我们对他沉沦的身份深信不疑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眼前的沉沦开始在3个身份间横跳：假沉沦、仿刘全龙，还有真正的李小江。3个身份、形象、地位、性格皆不同，很佩服导演的勇气，敢让新人演员来挑战如此复杂的人物。更信服于丁禹兮的表演，确实分身有术，带来了极具层次感的表演。比如在他以仿刘全龙的身份出现时，边开车边与后座的琪琪搭讪，他操着当有标志性的乡土口音，表情带有小镇青年发迹的得意，极其鲜活。这个场景初看颇具喜感，细思又让人不寒而栗，戏里戏外真的都是戏精上身的节奏。假沉沦的偏执狠厉，是丁禹兮在天才游戏中毛刺感表演的高光所在。他的一句"我就是鬼"，直接撕下了自己亮丽光鲜的表面，威胁刘全龙时一句"得到了再失去"，是不是很难受？则可以让我们解读出宿命轮回间的复仇欲望。这个被欲望裹挟的角色，自带一种生人勿近的戾气。丁禹兮没有用夸张的肢体动作刻意演绎，而是将狠劲藏在眼神里。比如原与刘全龙对峙的戏份中，他的眼神没有多余的情绪铺垫，却透着刺骨的冷漠与偏执，嘴角微扬的弧度里藏着算计，哪怕是细微的眼神转动，都是不怒自威的压迫感。那种未经雕琢的狠劲，比刻意设计的爆发更具冲击力。这种莽不是鲁莽，而是新人演员身上独有的不被束缚的表演张力，恰好贴合了假沉沦底层出身，一路挣扎向上的狠绝底色。而真李小江的垂死挣扎，更是丁禹兮毛刺感表演的真极致呈现。当身份彻底暴露，所有的伪装被撕碎，他的失控丝毫没有刻意煽情，却带着撕心裂肺的痛感。声音里的沙哑与颤抖，眼神里的绝望与不甘，甚至是肢体上的僵硬与蜷缩，
都透着最真实的破碎感。这种表演没有经过刻意的情绪设计，更像是情绪的自然宣泄，带着一种莽劲的爆发力，既展现了角色被命运捉弄的无奈，也让观众看到了丁禹兮作为演员的情绪爆发力。天才游戏的剧情或许有争议，但丁禹兮的表演绝对是影片最大的亮点之一。贾沉沦的狠，仿刘全龙的土，李小江的碎，被他用原声的表演质感串联起来，形成了独特的角色辨识度，也让他在众多演员中脱颖而出。真正的好演员，从来不是靠完美的表演取胜，而是靠对角色的真诚诠释，靠那份不被束缚的表演锋芒。5年前的丁禹兮用自己的方式证明，新人演员的价值不在于复制他人的成功，而在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，用最原生的质感演绎最鲜活的角色。这就是丁禹兮在《天才游戏》中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成长纪念。